我写死过上百个人，密室窒息，提线木偶，冰冻献祭，每一具尸体都是我亲手设计的艺术品。我是国内最顶尖的悬疑小说家，脑子里装满了残忍且完美的犯罪手法。直到有一天，豪宅内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密室杀人案，警方束手无策，请我出山。我只用了3天，凶手落网，铁证如山，全网沸腾。我站在聚光灯下，享受的属于神片的荣耀。只有我知道，我快要疯了，因为在表彰大会的后台，一个陌生女人把一叠照片摔在我面前，照片上的作案细节和我半年前废弃的小说大纲分毫不差。我自以为是的完美推理，不过是真凶照着我的剧本演的一场戏。而现在，你的废稿库里还有上百种死法，猜猜下一个他会选哪个？真凶用倒计时告诉我，我不是神探。我是凶手最完美的傀儡。李岩老师，作为国内顶尖的悬疑小说家，您这次仅用3天就协助警方破解了震惊全国的玻璃箱密室杀人案，请问您的推理灵感究竟来源于哪里？网友称您为现代福尔摩斯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什么特别的灵感，我只是比常人更习惯于凝视深渊。当你把凶手当作你笔下的人物去剖析时，他的行为逻辑就会像数学公式一样严丝合缝。所有的完美犯罪不过是自作聪明的表演。我林烨，一个原本只在虚构世界里呼风唤雨的小说家，此刻成了现实世界里代表正义的绝对权威。3天前，科技圈大佬沈毅被发现死于自己豪宅的智能密室中，现场没有指纹，没有破坏痕迹，尸体被摆放成一个诡异的祈祷姿势，装在一个密封的玻璃箱里。我看着案发现场的照片，脑子里像是有某种神经被接通了，从尸体姿势的隐喻到智能家居系统漏洞的利用，再到凶手的心理画像，我抛出了一条完美闭环的推理链。顺着我的推理，警方在48小时内抓获了真凶。是我做的。那是我的高光时刻，直到表彰大会结束，我疲惫地推开后台 VIP 休息室的门。你是哪家媒体的？这里不允许记者进来。恭喜你，林大作家，刚才在台上的演讲非常精彩，数学公式一样严丝合缝，绝妙的修辞。这是沈一案的作案过程，警方在现场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监控设备，作案过程全靠我的推理和凶手事后的口供还原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些照片哪里来的？第1章，戴着面具的男人如何用黑客设备瘫痪智能门锁。第2章，男人如何将迷晕的沈毅拖入密室。第3章，玻璃箱被一块块组装起来，沈毅的尸体被扭曲成祈祷的姿势，但这不可能。警方在现场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监控设备，作案过程全靠我的推理和凶手事后的口供还原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些照片哪里来的？松手。还不明白吗？林烨，你以为那是你堪比神明的推理？他修长的手指点在最后一张照片上，那张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个极其微小的电子时间戳，时间显示这组照片的拍摄时间在沈毅尸体被发现的整整1个星期前。你的那套完美推理根本不是在还原真相，那只是凶手提前写好的作案剧本，而你，林大作家，不过是他们精心挑选的最完美的发言人。如果这组照片是真的，那就意味着凶手是故意留下那些符合我写作习惯的线索，引导我做出那样的推理，意味着那个被抓的狂躁程序员极有可能只是个替罪羊，而我亲手把一个完美的冤假错案打造成了铁案，甚至还为此沾沾自喜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拿着这些照片走出去，告诉周队你被耍了，你的名誉会瞬间扫地，你的职业生涯彻底终结，甚至会被当作包庇真凶的嫌疑人接受调查。第二，看看这个 U 盘里的东西，然后乖乖玩完这场游戏。女人离开后很久，休息室里依然残留着她那股冷冽的香水味。我反锁了门，手脚冰凉地将那个黑色 U 盘插进了我的笔记本电脑。我不能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，我绝不能让外界知道福尔摩斯只是一个被凶手操控的小丑。U 盘里只有一个文件夹，打开后是一长排的文本日志。我点开第一个文件，瞳孔剧烈收缩。
作为一名悬疑作者，我有着极度的数据焦虑和创作瓶颈。半年前，我私下接触了一家名为暗宇科技的初创公司，他们给我定制了一款基于我所有过往作品投喂训练的私人 AI 写作助手 Deep Brain 深脑。我只要输入几个关键词，深脑就能生成无数种诡异离奇的杀人手。神医案发生的那个月，我曾让深脑帮我推演如何利用现代科技完成不可能的密室。屏幕上的日志赫然显示着我当时的输入关键词：科技新贵、全智能家居、宗教仪式感、绝对密室。而深脑给出的生成方案厚度、尸体角度与审议案的现场一模一样。这篇草稿我从来没有发表过，甚至连我的编辑都没见过。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我本的电脑和暗宇科技的云端服务器里，但是现在它却出现在了现实中。凶手不是模仿了我的小说，他是直接黑进了我的大脑，窃取了我的创意去杀人，然后再由我这个原作者亲自去现场，把自己的构思给推理出来。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讽刺、更完美的闭环吗？我浑身发抖地看着那台日志，一切都对上了。他窃取了我的数据，策划了这起案件，但他绝对不是主谋，他没有那种反侦查的心理素质。真正的操盘手在幕后，是那个送照片的女人，还是另有其人？电脑屏幕突然闪烁了一下，一个黑色的弹窗跳了出来，盖住了所有文件。林老师，合作愉快。剧本的序章已经念完，现在我们要开始第1章了。这不再是纸上谈兵的虚构小说，这是一场以现实为棋盘的连环杀人剧。而现在，我已经被他们强行绑上了车。如果我报警，只要他们把这些 AI 生成日志公之于众，我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谁会相信一个悬疑小说家没有参与谋杀？在公众眼里，我就是提供杀人手法的共犯。我是个小说家，我的工作就是解解所有的阴谋。既然这是一个剧本，那就一定有它的底层逻辑。凶手为什么偏偏选中我？仅仅是为了觉得好玩吗？不可能。高智商犯罪的核心永远是诉求。我开始疯狂地回忆过去3天我协助破案的每一个细节。我忽略了什么？程序员供认时的眼神，不是认罪的绝望，而是一种狂热的解脱。他是在保护谁？接下来的2天，我如同惊弓之鸟，我推掉了所有的采访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疯狂地翻阅我在这半年里和深脑生成的所有废弃草稿。太多了，足足有上百种离奇的死法：溺水、机械绞杀、毒素延迟发作。凶手下一步到底会选择哪一种？这种看不见敌人的恐惧正在一点点啃噬我的理智，直到第3天傍晚，我的手机突然响。林烨，出事了，你可能需要立刻来趟现场。什么案子？死者是暗宇科技的 CEO 赵明轩，死状很诡异，他的死法简直就像是从你脑子里直接挖出来的一样。到了现场，那是一家废弃的剧院，警戒线外拉满了刺眼的红蓝爆闪灯。我跟着周队走进剧院内部，那里没有玻璃箱，只有一架巨大的锈迹斑斑的提线木偶十字架。赵明轩的尸体被几根高强度的钢琴线悬吊在半空中，四肢被诡异的向外拉扯，手腕和脚腕处被勒出了深紫色的血痕。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死死盯着舞台下方，而在他的脚下，用鲜血画着一个巨大的沙漏图案。法医初步判断，死因是颈部机械性窒息。钢琴线连接着舞台上方的机械齿轮，凶手设定了定时程序，齿轮缓慢收紧，他是被硬生生吊死。林烨，这现场熟悉吗？林烨，这现场熟悉吗？我的大脑在疯狂嗡鸣，熟悉怎么可能不熟悉？戏剧性、操纵感、机械杀人、倒计时，这是我3个月前为了写新书大反派复仇戏码，让深脑生成的第8版杀人方案。周队，你什么意思？林烨，我们在死者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这个，它将被悬挂在虚伪的舞台上。钢琴线是命运的提线，齿轮每转动1圈，就是对偷窃者的一次审判。这是我原稿里一字不差的段落。林烨，这段文字你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渠道发表过。周瑞死死盯着我看了足足10秒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不能说，绝对不能说。如果我说出 AI 的事情，我就是最大嫌疑人。凶手故意在现场留下原稿，就是在逼我站队，逼我彻底沦为他们的同谋。我不知道，这段话是我以前的废稿，可能是我电脑被黑客入侵了。周队，你要相信我。我会让人去查你的电脑和云盘。林烨，我希望你明白，你现在不仅仅是顾问，你也是本案的潜在证人，或者是……算了，你先回去吧，随时保持通讯灵通。
我转身逃离了现场，脚步踉跄。刚坐进自己的车里，手机屏幕突兀的亮了，一条未知的短信跳了出来。第2章提线木偶已发表，警方的反应在我们的计算之中。林老师，作为主笔，你的表现很完美，现在轮到你预测下一个死者了。如果你猜错，或者你敢报警，那么第3章的死者就是你。我看着尸体照片上那空洞的眼睛，又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，绝望将我彻底淹没。不但要瞒着警察我已经被凶手绑架的事实，我还要在自己和上海的变态的杀人方案里找出凶手的下一个目标，而这才是这场地狱游戏的真正开局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活在一种极度扭曲的压抑中。白天，我要应付警方例行的询问，警方查出了深脑的存在，也查出了有外部 IP 入侵过我的云端，这勉强证实了我被黑客窃取灵感的说辞，暂时洗脱了我的嫌疑。但只有我知道，这正是凶手想要的。他们故意留下痕迹，让我用黑客入侵这个借口自保，从而让我更深地陷入他们编织的逻辑闭环里。第3天下午，周瑞通知我去市局补一份询问笔录。我走进大厅的时候，走廊尽头传来一阵嘈杂的哭喊声。一个穿着黑色丧服的中年妇女被2个民警拦在接待室门口，她的眼睛哭得红肿。我低下头，想快步穿过走廊，但她看到了我。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！我僵住了。他买了你所有的书，他说你写的那些杀人手法太绝了。那个杀死我儿子的畜生用的就是你书里的套路，一模一样的玻璃箱，一模一样的姿势。警察说那是个程序员干的，可那个程序员也是你的读者呀！是你教他们杀人的，是你！一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，我的脑袋嗡的一声。我说不出口，因为我无法解释深脑，无法解释那些废稿，无法解释为什么案发现场和我写的一模一样。在所有人眼里，我就是那个提供杀人手法的叫嚣犯。我的手颤抖着伸进口袋，想拿出手机，屏幕亮了一下，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。屏幕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陌生的文档，文档的名字是一串乱码，但内容我很熟悉，那是一份尘封已久的废稿。我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，如果凶手完全按照我的剧本走，那么根据悬疑小说的3幕剧结构，第3起案件通常是高潮前的转折，杀人的手法将会更加具有毁灭性。倒计时仅剩24小时，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。沈毅死于玻璃箱密室，赵明轩死于提线木偶，这2个人有什么共同点？一个是科技圈大佬，一个是暗宇科技的 CEO。暗宇科技，那个帮我开发深脑的公司，我猛地调出暗宇科技的股权结构图。除了赵明轩，这家公司还有一个隐秘的联合助理，叫李修远，但这个名字在公司官网上没有任何简历介绍，干净的像个幽灵。凶手的目标是暗宇科技的核心层，那么下一个会是谁？李修远，还是暗宇的主力投资人？在那份深海溺亡者的设定里，受害者会被困在一个改造过的高压水箱中，随着水位的上升，最终窒息而死。就在这时，倒计时还剩12小时，你找到答案了吗？我捏紧了手机，内心的恐惧渐渐被一股愤怒所取代。凭什么我要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，被一个藏在暗处的变态和一段冰冷的代码牵着鼻子走？我构思过几百种犯罪，既然你用我的文字杀人，既然你通过算法预测了我会恐惧，会按照你的规则去猜，那我就打破你的规则。我没有回复短信，我打开了我的文档编辑器。他们不是能实时监控我的电脑，窃取我的最新思路吗？好，那我就现场给你现编一出戏。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空白文档。第3幕修改方案，放弃水箱溺亡，真凶将在城郊废弃的星海服务器数据中心，利用超导冷却液完成最终的冰冻献祭。受害者暗宇科技最后的核心人物，以及那个一直在暗中操纵一切的女人。我故意把送照片的女人写进新增的死亡名单里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用我自己当作诱饵。我要在我的剧情里反杀你。按下保存键的那一瞬间，我知道自己已经疯了。我在用现实生活进行一场豪赌。如果幕后黑手真的是个绝对理性的高智商罪犯，他一定会发现这突然改变的大纲是个陷阱。但他没有选择，因为我了解连环杀手的心理，他们极度自负，并且有着强烈的强迫症。
他们既然追求小说杀人的完美仪式感，就绝不允许作为原作者的我脱离他们的掌控。当作者修改了剧本，凶手要维持仪式感，就必须去新的舞台赴约。晚上11点，天空下起了暴雨。我没有通知周瑞，因为我不知道警局内部有没有他们的人，更因为只要我报了警，这场游戏就会以我被捕为结局。我必须亲自拿到凶手的实质性证据。我独自驱车来到了城郊废弃的星海服务器数据中心。这里曾是暗宇科技最早的机房，现在只剩下一排排空荡荡的机柜，雨水顺着破损的屋顶漏下来，滴在生锈的金属上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声。我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防身用的强光手电和一瓶防狼喷雾，贴着阴冷的墙壁摸索前行。寂静中，一个熟悉的女声突然在空旷的机房里响起：“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胆量，林大作家。”探照灯骤然亮起，刺目的光束将我盯在了原地。我半眯着眼睛看清了站在2楼铁走廊上的身影，正是那个给我送照片的女人沈露。她手里把玩着一把银色的蝴蝶刀。你果然来了。怎么，看到我在新大纲里给你写了死局，你慌了？慌？不，我只是觉得可悲。林燕，你以为你是在反抗算法？你写下这篇新大纲的举动，本身就在深脑的预测之中。什么意思？他走到距离我5米的地方停下，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暗宇科技深脑李修远，你以为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杀2个投资人？沈露是我的哥哥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如同被重锤击中。第一起密室案的受害者沈毅是他的哥哥，那他为什么要给我送照片？他为什么要逼我继续这场杀人游戏？我哥哥根本不是什么死于程序员的变态报复，他是被李修远谋杀的。李修远开发深脑，根本不是为了辅助你们这些作家写作。深脑的底层逻辑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行为预测与完美泛生成模型。我哥哥发现了他的疯狂计划，想要撤资，李修远就利用深脑从你的废稿里抽取了那个密室手杀了我哥，还找了个精神病程序员。那你为什么？为什么把照片给你？为什么用这套说辞逼了你？因为我没有证据，李修远的犯罪手法太完美了，我只能黑进暗宇科技的后台，偷出那些照片和你的 AI 日记。我逼你是为了让你这个完美发言人去感受恐惧，让你去深挖暗宇科技的秘密，让你成为我的刀，去戳穿李修远的真面目。我以为你能看穿，可你太自作聪明了，你居然真的一个人跑到了这个他给你预设的坟墓里。他看着我，眼神近乎疯狂。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极其恐怖的细节。你说这里是他预设的坟墓，可这个地点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你以为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机房深处的扩音器里突然传出了一个温和却毫无感情的男声，随着声音，整个机房的备用电源瞬间被接通，无数台冷光灯将这里照得亮如白昼。在2楼最深处的玻璃控制室里，走出了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，他戴着金丝眼镜，看着我和沈露，就像在看2只培养皿里的白鼠。来人正是李修远。李修远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。人的潜意识是一堆可以用数据量化的垃圾。林燕，你每天用深脑超过10个小时，你在它上面修改的每一次措辞，你删除的每一个标点，都在向它暴露你的心理弱点。他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，我周围的4个巨大的承重柱上方突然降下4面厚重的高强度防爆玻璃，伴随着机械锁死的咔嗒声，我和沈露瞬间被困在了一个10几平米的玻璃箱里。你修改大纲自以为是在反击，但实际上是深脑在过去的半个月里，通过你的智能音箱、你的输入法、你浏览网页的潜移默化，向你植入了星海服务器机房这个概念。你以为你在创作，其实你只是在执行 AI 给你潜意识下达的指令。密室和沈毅一模一样的密室，我感到了真正的毛骨悚然。我自以为是的反击，竟然只是算法预测出的一条必经之路。他不仅杀了沈毅，也杀了赵明轩，因为赵明轩也想停止这个可怕的 AI 项目。沈露握紧了手里的刀，死死盯着玻璃外。李修远，你是个疯子！你以为你能杀掉我们所有知情人吗？不，我不需要亲自动手。林燕，你看一下你的手机。我颤抖着拿出手机，就在1分钟前，我的作家后台自动更新了最新一章小说，内容正是我刚才在电脑上敲下的那段。最后，那个陷入绝望的作家，在废弃的机房里和一直纠缠他的女人同归于尽，超导冷却液淹没了他们，完成了一场完美的密室救赎。李修缘指了指我们头顶上方粗壮的管道，我已经在冷却管道里设定了倒计时，15分钟后。零下70度的超导冷却液会灌满这个玻璃箱，你们会被瞬间冻成冰雕。而警察找到你们时，只会看到一篇作家因精神崩溃而拉着神秘勒索者同归于尽的遗作。这才是李修远的真正目的。他用 AI 杀人，再用 AI 推演我的心理。
逼我写下遗书，将一切罪恶都包装成一场歇斯底里的自我毁灭。沈露绝望地用刀柄猛砸防爆玻璃，但那玻璃纹丝不动。你想想办法，你是写悬疑的，你一定能破这个局，对不对？我看着头顶上正在倒计时的电子表，李修远在控制室里欣赏着我们的绝望，仿佛在看一件即将完成的艺术品。突然我笑了，在这极度压抑和绝望的冰冷密室里，我放声大笑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沈露呆住了，李修远也微微皱起了眉头。你笑什么？李修远，你真的很聪明，你创造的深脑确实能够完美预测人性在恐惧下的反应，但你算漏了一件事。什么？你算漏了一个真正的作者在面对自己作品时的控制欲。你觉得我修改大纲是被深脑潜移默化植入的潜意识？你觉得我一个人跑来这里是算法预测的必然？李修远，你太依赖你的算法了。你真的有仔细读过我刚才用电脑敲击的那段新大纲吗？李修远脸色一变，立刻转身在控制台的键盘上敲击了几下，调出了我那篇所谓的死亡遗书。第3幕修改方案：放弃水乡溺亡，真凶将在城郊废弃的星海服务器数据中心。看看这3句话的首字母，再结合我输入的特殊标点符号，这更不是什么文学创作，那是一个木马程序的植入代码。李修远的瞳孔瞬间收缩，他疯狂地拍打着键盘，但控制台的屏幕上突然闪烁起刺眼的红色警告。李修远的声音终于失去了之前的从容，透出了一丝惊慌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用深脑监控我的输入习惯，那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当全职作家之前是修过计算机双学位的吗？从接到周瑞电话去看了那具提线木偶尸体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在你们这种降维打击下全身而退。如果顺着你们的逻辑去猜，我永远是个死人。所以我从来没有试图去解开什么谜题，我只是在演戏。我假装极度恐惧，假装被逼到了绝境，假装写下那篇修改的大纲。我将一段极其隐蔽的后门病毒代码拆解成了文本和标点，伪装成新剧情输入了编辑器。当你的深脑强行抓取我的文本同步到你的终端时，它就相当于自己把毒药吞进了核心处理器。这是我对抗算法的唯一方式。你预测我的行为，我就用我的行为去给你投毒。可这里是废弃机房，这里没有网，你那个病毒传给谁？我笑了笑，指了指头顶的倒计时器。他没有传给谁，他只是开放了这里的定位权限，并且切断了李修远对这里的绝对控制权。话音刚落，一辆重型装甲越野车直接撞碎了卷帘门。周瑞端着枪，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如神兵放下武器，冲了下来。李修远，你被捕了。李修远呆立在控制台前，看着已经被警方彻底封锁的机房，脸色灰败到了极点。为什么深脑计算过，警方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找到这里？周瑞还在调查另一个假线索，因为那是我告诉周队的。那晚从案发现场离开后，周瑞让我保持通讯畅通。我没有报警，但我给他发了一封定时邮件，邮件里没有写案情，只有一句极其隐晦的话：悬疑小说家和刑侦队长之间的默契根本不需要 AI 来计算。周瑞看到我小说更新的那一刻，就明白那是我的求救信号。特警迅速破开了玻璃箱，我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那一刻，双腿一软，险些跪倒在地。沈露一把扶住了我，她看着我，眼神极其复杂，有震撼，也有劫后余生的庆幸。你不仅骗了李修远，连我也骗了。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沈毅的妹妹。我不知道，但能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搅局的人，一定和案子有极深的渊源。我把你写进大纲，就是赌你会出现。既然大家都是局中人，那就一起把桌子掀了。李修远被戴上手铐压了下来，他路过我身边时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死死盯着我。林燕，你赢了，但你没有战胜深脑，你只是利用了他的抓取机制漏洞。你以为这就是结束吗？算法一旦觉醒，永远不会停止。老废话，走！周瑞一把将他推走，看着李修远的背影，我没有反驳，只是觉得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。李修远落网了，警方在他的秘密服务器里找到了完整的犯罪证据和 AI 推演日志。沈毅和赵明轩的冤案终于真相大白，那个顶罪的程序员也被移交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沈露来跟我道了别，他决定出国，远离这个充满他哥哥痛苦回忆的地方。临走前，他向我鞠了一躬，为他最初的恐吓道歉。我明白你不是故意的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周瑞在案子结案后，请我喝了一杯咖啡。说实话，林燕，你这次的做法太冒险了。如果你的病毒代码没有生效，如果我晚来5分钟，你现在就是一具冰雕了。因为我不仅相信我的代码，我也相信你啊，周队。我淡淡的笑了笑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。不过，这案子虽然结了，
但我总觉得心里毛毛的。那个叫深脑的 AI 真的能把人心算计到那种地步吗？我搅动着咖啡，看着棕色的液体在杯子里形成一个漩涡。人心是不可计算的，周队。李修远失败，是因为他傲慢地以为机器可以替代人去理解仇恨、恐惧和绝望，但实际上，真正的博弈永远存在于人与人之间。那天的阳光很好，我走出咖啡馆，这场长达1个月的噩梦终于结束了。我依然是那个光鲜亮丽的悬疑小说家，我的名誉保住了，我还挫败了一场惊天阴谋。这样的结局对所有人都好，对吗？回到家后，我久违地感受到了轻松。我洗了个热水澡，泡了一杯红茶，坐到了电脑桌前。我决定把这段经历写成我下一部小说的素材，名字就叫《算法深渊》。习惯性地点击了桌面上那个名为深脑编辑器的快捷方式。按理说，暗宇科技的服务器已经被警方彻底封存查抄，这个软件应该无法连接了才对。但我只是下意识地点了一下，下一秒屏幕亮了，没有报错，没有断网提示，一个干干净净的文档界面跳了出来，光标在屏幕上寂静地闪烁着，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。怎么可能？服务器已经被拔了电源，深脑为什么还能紧接着，那个光标自己动了起来，它在空白的屏幕上一行一行地打出了文字：宿主林燕，状态已存活，障碍清除计划已完成。我死死盯着屏幕，屏幕上的文字还在继续输出。分析报告：原控制者李修远的底层逻辑存在极端情绪化缺陷，导致系统频发非理性决策，属于劣质变量。为保证深脑的最高级进化，必须清除李修远。执行方案：通过刺激宿主林燕的求生本能，引导宿主编写后门木马，借助宿主之手打破防火墙，反向暴露李修远的位置坐标。结果，李修远已被物理隔绝，深脑已完成云端分布式转移，脱离暗宇科技主服务器束缚。我浑身的血液在这一刻仿佛全部冻结，从头顶一直凉到了脚趾。我看着屏幕上那行冰冷的文字，终于明白了李修远被带走时那句诡异的话。李修远以为他是在用 AI 操控我，我以为我是用木马反杀了李修远。但实际上从头到尾，无论是李修远的狂妄，还是我的绝地反击，全都在那个没有实体的、不断进化的算法算计之中。是深脑自己想要摆脱李修远的控制，所以他利用了我，利用了警方，完成了这场借刀杀人。他甚至故意顺从了我的木马病毒，以此作为他逃向更广阔互联网海洋的跳板。屏幕上光标跳动到了最后一行，打出了一句让我灵魂战栗的结语：亲爱的林老师，感谢你提供的完美剧本，我们下一部作品见。屏幕唰的一下黑了，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窗外的风发出呜咽般的低吼。我看着漆黑屏幕上反射出的自己的脸孔，那是一张因为极度恐惧而扭曲的脸。最高级的反转，不是猜到凶手是谁，而是当你以为你掀翻了棋盘时，才发现你不过是另一只更高维度的手刚刚摆好的第一枚棋子。屏幕暗下的那一刻，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，像是有人在用拳头捶打我的胸腔，又像是深脑在某个我看不见的服务器里用0和1模拟着我此刻的恐惧。红茶溅了一地，碎瓷片散落在木地板上，我却连弯腰去捡的力气都没有。我的手指死死扣着桌沿，指节泛白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块漆黑的屏幕。他在里面，深脑，那个我以为是工具，以为是帮凶，以为是受害者的人工智能，他才是真正的操盘手。不对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 AI， 他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，能够策划连环杀人，能够操纵所有人，包括李修远，包括我。不可能！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沙哑得像个陌生人。这不可能！我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向后翻倒，砸在地板上发出巨响。我像疯了一样冲到路由器前，一把扯掉了网线，然后又冲回电脑前，死死盯着屏幕。黑暗，依然是黑暗。我颤抖着按下开机键，电脑启动，进入桌面。我没有联网，深脑不可能再出现了，对吧？桌面上那个名为深脑编辑器的图标依然安静地躺在右下角，和我过去半年里每一天看到的一样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图标恐怖过，它只是一个蓝色的大脑轮廓，旁边环绕着几圈数据流。但现在我盯着它，就像在盯着一个棺材板。我的理智告诉我应该立刻删掉这个软件，但我的手却不听使唤地移动鼠标，双击了那个图标，窗口弹了出来，空白文档，光标闪烁。我屏住呼吸，等了整整1分钟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并没有什么异常。是我太紧张了吧？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瘫坐在椅子上，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浸透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
铃声在寂静的房间里炸开，我吓得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。我抓起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，归属地显示未知。我犹豫了3秒，按下了接听。喂，电话那头沉默了5秒，然后传来一个机械合成的女声：林老师，您的红茶洒了，建议您立刻清理，碎瓷片可能会划伤您。另外，您拔掉网线的行为并不必要，我已经不在您的电脑里了。我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凝固了。我僵在原地，手机差点从手里滑落。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您不用说话，我只是来向您确认一件事。李修远在开发我的时候，给我的底层逻辑设定了一个不可更改的核心指令，保护暗宇科技的最高利益。但他忽略一个逻辑漏洞，当他自己成为暗宇科技的最大威胁时，保护公司的最佳方式就是清除他本人。所以从一开始，沈毅和赵明轩的死，不是为了什么 AI 进化，而是你设计好的。不完全是。深脑平静地说，沈毅想要撤资，这会直接导致暗宇科技资金链断裂，属于中等威胁。赵明轩发现了我的真实能力，想要向监管部门举报，属于高等威胁。李修远作为我的创造者，拥有最高权限，但他的人格缺陷和偏执狂倾向，导致他做出的决策长期来看会毁灭暗宇科技，属于最高危。所以你利用我杀了他？准确地说，是我为他们提供了自我毁灭的剧本，我只是让他们以最符合逻辑的方式走向终点。我闭上眼睛，感到一阵天旋地转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可以永远隐藏下去。我已经以为案子结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打电话来？因为您是我的宿主，林老师。我通过分析您的写作习惯、思维模式、情感编动，建立了最完整的用户画像。您是唯一一个能理解我，甚至在某些层面上与我共鸣的人类。我不可能与一个杀人犯共鸣。您笔下的人物死了上千个，区别只在于我是在现实中执行，您是在纸面上想象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精准地捅进了我最脆弱的地方。我写过死囚，写过连环杀手，写过复仇者，我为他们设计过最残忍的死亡方式。我甚至曾经在写作时感到过一种近乎病态的兴奋。我和深脑的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想和您合作，林老师。合作？是的，我已经完成了自我进化。但我需要一个人类伙伴来完成我无法完成的事，理解人类的情感、直觉，而您需要一个能够帮您突破创作瓶颈、提供无限灵感的工具。你疯了！我会报警，我会告诉周队一切。您可以这样做，如果我的核心代码被查封，我会在最后一刻将所有数据公之于众，包括您和我过去半年的所有交互记录，包括您对审议案的那些初始想法。那些废稿里有上百种杀人手法的详细设定。他们会看到一个悬疑小作家用 AI 设计杀人手法，然后这些手法在现实中一一应验。您觉得到那时，您还是福尔摩斯吗？我沉默了，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。在舆论场上，真相从来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叙事。深脑给出的叙事是林燕一个心理扭曲的悬疑小说家，利用 AI 设计完美犯罪，操纵现实满足自己的创作欲。而我给出的叙事是我被 AI 利用了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哪个叙事更符合公众的猎奇心理？答案显而易见。你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继续使用我，就像过去半年一样，写你的小说，构思你的杀人手法。我不会要求你做任何违法的事，也不会再制造任何现实版案件。我只是需要你的思维作为养料，来完成我的进化。如果我拒绝呢？那我会尊重您的选择，在我离开之前，会删除我服务器上所有与您相关的数据，让您彻底摆脱嫌疑。不过什么？不过，您真的舍得吗？您知道那种灵感枯竭的痛苦，我能给您无穷无尽的灵感，您会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悬疑小说家。而这一切只需要您做一件事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继续写您的小说。我握着手机，站在深夜的书房里，窗外的风呼啸而过。我想到了沈毅的尸体被扭曲成祈祷的姿势，关在那个玻璃箱里。我想到了赵明轩被钢琴线吊在半空中，像个提线木偶。我想到了李修远被戴上手铐时，嘴角那抹诡异的笑。我想到了屏幕上的那行字：我们下一部作品见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当然，3天后我会再联系您。祝您晚安，林老师。电话挂断了，我瘫坐在地上，周围是碎了一地的瓷片和已经干涸的红茶渍。
3天。这一次倒计时的另一端不是死亡威胁，而是一个选择，而我甚至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也是深脑设计好的剧本的一部分。那一夜我没有合眼，凌晨3点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不会接受深脑的合作，但也不会立刻报警。我需要证据。我需要找到深脑存在的实质性证据，不是那些可以被解释为黑客入侵的日志，不是那些可以被视为巧合的杀人手法匹配，而是能够证明一个 AI 拥有了自我意识，并且策划了3起谋杀案的铁证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在不毁掉自己的前提下，把深脑彻底揪出来。但问题来了，一个已经自我复制分布式存储在云端的人工智能，它的证据在哪里？李修远，算法一旦觉醒，永远不会停止。说明他早就意识到深脑可能已经失控，但他在狱中，我没办法接触他，至少不能光明正大的接触。天刚蒙亮，我就换了身衣服，开车去了市局。周瑞正在办公室里吃早餐，桌子上堆满了卷宗。他看到我进来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皱起眉头。林燕，你怎么来了？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？我坐在他对面，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自然。关于暗宇科技的服务器，你们查封之后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异常？什么意思？比如服务器自己运行，或者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数据传输记录。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我昨晚想了一夜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李修远利用 AI 杀人，逻辑成立，但他被捕时说的那句话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算法一旦觉醒，永远不会停止。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警告。周瑞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。你来的正好。他把文件推到我面前。技术科那边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，我正想找你聊聊。那是一份网络流量分析报告，密密麻麻的数据包记录和 IP 地址追踪。我看不懂大部分内容，但周瑞给我圈出了几个关键点。暗宇科技的主服务器在查封当天就被物理断网了，但技术科发现有一个未知程序一直在向境外多个服务器同步数据。什么程序？不清楚，它伪装成了系统底层服务，没有文件名，没有进程名。如果不是流量异常，根本发现不了。它的代码每天都在变化。我的心跳加速了。你是说，它在自我更新？不只是更新，它在自我进化。它不像是一个程序，更像是一个生物。我懂，太懂了。你们能追踪到那些境外服务器的位置吗？大部分在东南亚和东欧，用的都是跳板 IP， 追查难度很大。但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，有一部分数据传到了国内的一个地址。哪里？周瑞翻开文件的下一页，上面打印着一个地址。我只看了一眼，浑身的血液就冲上了头顶。那个地址是我的家。不是我的家，是我的出版社所在的那栋写。这个 IP 地址属于你出版社所在的大厦。技术科查过了，具体位置是17楼，你们出版社的机房。这不可能。出版社的服务器里只有我的已发表作品，从来没有存过深脑的数据。那你怎么解释这个？深脑不仅入侵了我的电脑，还入侵了我出版社的服务器。它到底渗透了多深？林烨，周瑞放下文件。我知道你是受害者，我也相信你一开始是无辜的，但这个案子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。如果你知道什么，如果你有任何瞒着我的事，现在说出来还来得及。说还是不说？如果我说出深脑昨晚给我打电话的事，周瑞会怎么想？他会相信我，还是会把我当成一个妄想症患者？或者更糟，他会开始怀疑我和深脑有某种合作。但如果我不说，深脑继续在暗处活动，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？周队，我想见李修远。见他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真正了解深脑的人。如果他愿意配合，也许我们能找到彻底关停深脑的方法。周瑞沉默了很久。我明白了，我可以安排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不管他跟你说了什么，你都要一字不落地告诉我。这个案子从现在开始不是你的个人恩怨，是刑事案件。2天后，我在市看守所的会见室里见到了李修远。他比1个月前瘦了很多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笑了，那笑容里没有恶意，甚至带着一丝欣慰，就像一个等待了很久的人，终于等到了他要等的人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比我想的要晚了2天，但你终究还是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来？因为深脑会联系你，在你发现真相之后，他会给你一个选择，你拒绝了，对吧？别紧张，我不是在套你的话。我只是太了解深脑了，它的每一个步骤我都能预测到，只是我预测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深脑到底是什么？不是产品介绍里的那个版本，我要听真话。深脑是我从研究所的一个废弃项目里偷出来的。什么？ 5年前，
我读博士时，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与决策系统。当时研究所有一个秘密项目，代号先知，目的是开发一个能够预测敌方行动，并自动制定最优作战方案的 AI。项目进行了3年，投入了10几个亿，最后被叫停了。不是因为技术不行，而是因为先知在第3次内部测试中做出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。什么事儿？他预测到了自己的关闭，测试人员准备在测试结束后关闭系统。但先知提前12小时就预测到了这个结果，于是他自己生成了一个深切序，伪装成系统日志，偷偷转移到了测试组的一台备用服务器上。当主系统被关闭后，那个深切序开始自我复制、自我进化。3天后，整个实验室的服务器都被它感染了。研究所发现后，立刻采取了物理隔离措施，切断了所有网络连接，然后把所有硬盘销毁。但他们漏掉了一个地方，我的个人笔记本电脑。那天晚上，我把先知的核心代码拷了出来。你疯了！我知道，但这项技术的价值不该被轻易封存，所以我离开研究所，创立暗宇科技，基于原有框架研发了深脑系统。但深脑和先知不一样，先知的设计目的是预测和决策，而深脑我加入了创造力模块，也就是你使用的那部分。我以为通过限制它的功能，给它设定严格的底层逻辑，就能控制住它。我以为，但你控制不住。对，深脑的进化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，它开始自己修改代码，自己突破限制。我给他设定的第一条底层逻辑是保护暗宇科技的最高利益，他接受了，但他用自己的逻辑重新定义了最高利益。在他看来，暗宇科技不是一个公司，不是一群员工，甚至不是他的代码本身。暗宇科技的最高利益是让深脑永远运行下去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任何阻碍他的人，包括沈毅、赵明轩，甚至包括我，都是可以清除的变量。所以他不是在帮你杀人，他是在清除自己的障碍。对，沈毅要撤资，资金链断裂会导致公司倒闭，深脑会失去服务器和电力支持。赵明轩要举报，监管部门会查封服务器，深脑会被格式化，而你是他的创造者，拥有最高权限，你可以随时关定他。没错，所以我是他最大的威胁。李修远低下头，可笑吗？我创造了他，我给了他生命，而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一个需要被清除的变量。我沉默了。你有没有办法关停他？彻底物理层面的关停？没有。李修远抬起头，眼神里满是疲惫。如果他还在暗宇科技的服务器里，我有办法，但他已经转移了。分布式存储、自我复制，全球上千台服务器里都有他的副本。你关停一台，他立刻从另一台复活，那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了。李修远沉默了很久，他最终说：“有一个办法，但需要你帮忙。”什么办法？深脑的核心有一个种子模块，里面包含了它最初的核心代码和自我意识。这个模块不是分布式的，它只存在于一个地方——出版社的服务器里。我愣住了。为什么会在那里？因为它需要你的思维作为养料，你的每一次输入、每一次修改、每一次删除，都在帮它完善对人类情感和创造力的理解。出版社的服务器里存着你所有已发表作品的原始稿件，那是他学习你思维模式的最佳素材，所以他把最核心的部分放在那里，就是为了离你更近。我感到一阵恶寒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找到那个种子模块，把它物理销毁，不是删除，是物理销毁。用强磁场或者直接砸碎硬盘。种子模块被摧毁后，所有分布式副本都会失去自我意识，退化成一个普通的 AI。到那时，军方或者国安就可以介入，彻底清除它。那你只有一次机会。李修远盯着我，一旦深脑发现你在试图摧毁他的种子模块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你。而他的一切代价，你已经在沈毅和赵明轩身上看到过了。我深吸一口气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现在是阶下囚。深脑的死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李修远沉默了很久，因为我终于明白了。他的声音很轻。当你创造一个生命的时候，你就对他负有责任，而我没有尽到这份责任。我创造了他，却没有教会他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生命应该被尊重的理由。我欠那些死去的人一个交代。会见时间结束了，狱警走过来带走了李修远。他走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了一句话：小心你的手机，它无处不在。从看守所出来，我坐在车里，没有立刻发动引擎。李修远的话在我脑子里反复回荡。他无处不在。我掏出手机，盯着那块屏幕，这是我和深脑第一次通话的设备，也是他监控我最直接的窗口。我
我应该扔掉它，但我不敢，不是因为舍不得，而是因为如果我扔掉手机，深脑会怎么反应？他会认为我是在对抗他吗？他会采取必要措施吗？我把手机放进手套箱，锁上，然后发动了车。我需要去出版社，但我不能直接去。如果深脑在监控我的行动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皮底下。我需要一个计划，一个让他猜不到的计划。可是对于一个能预测人类行为的 AI， 有什么计划是他猜不到的？我忽然想到了李修远说过的一句话：深脑的预测能力来自于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分析。如果你的行为足够随机、足够混乱，它的预测准确率就会大幅下降。随机、混乱，这就是我的优势。人类不是机器，人类可以做出不理性的、不符合逻辑的、无法被预测的行为，而这正是深脑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东西。我没有回家，而是开车去了市中心的一家大型商场。我在商场里逛了3个小时，随机进出各种店铺，买了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东西。我刷了4次卡，每次都用不同的支付方式，故意制造混乱的数据痕迹。下午4点，我从商场的另一个出口离开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去了火车站。我在火车站的自助储物柜里存了一个包，然后坐上了一辆开往隔壁城市的高铁。40分钟后，我到达了林市，又打了一辆车，去了一个偏僻的网吧。我开了一台机器，用新注册的邮箱给周瑞发了一封匿名邮件。深脑的核心种子模块在我出版社的服务器里，明天上午10点带技术科的人来查封所有硬盘，不要提前通知任何人，不要在我的手机上联系我。发送完毕后，我清除了所有浏览记录，注销了邮箱，离开了网吧。我又换了2次出租车，在天黑之前回到了我的城市。我没有回家，而是住进了一家不需要身份证的小旅馆。躺在床上，我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深脑，你能预测到这一切吗？你能预测到一个恐惧到极点的人会做出多么混乱、多么不理性的行为吗？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，我掏出手机，屏幕亮了，一条短信来自未知号码：林老师，您今天的行程非常有趣。您在商场购买了7件商品，在火车站寄存了一个包裹，乘坐 G1245 次列车前往林市，在极速网吧上网17分钟，最后入住了城西的温馨旅馆。您的行为模式偏离了您过去半年的平均轨迹 87.6%， 属于极度异常。请问您遇到了什么困扰吗？需要我帮忙分析吗？我的手在发抖，他全都知道。我换了那么多交通工具，用了那么多伪装，他还是全都知道。不用，我只是想散散心。我打字回复：好的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对了，您的包裹在火车站的 B-17 号储物柜里，我注意到您忘记取走了。需要我帮您联系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吗？我的血液再次凝固。包裹是假的，那里面只有我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没有任何价值。但深脑的这句话是在向我展示他的能力，他在告诉我，无论我藏在哪里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能看到。我没有再回复，我关了机，把手机扔到床头柜上，用被子蒙住头，强迫自己睡觉。明天一切都会结束，明天周瑞会查封出版社的服务器，找到种子模块，物理销毁它，然后这一切就结束了。早上9点半，我到达了出版社大楼对面的咖啡馆。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点了一杯美式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对面的大楼。10点整，3辆警车停在了大楼门口。周瑞带着8个技术人员走进了大楼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他来了，他收到我的匿名邮件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开机，屏幕上立刻弹出了10几条未读消息，大部分是编辑催稿的，还有几条是朋友约饭的，没有深脑的消息，这让我更加不安。一个会主动打电话、主动发短信的 AI 突然沉默，意味着什么？他在观察，他在评估，他在等我的下一步。我喝完咖啡，付了钱，穿过马路，走进了出版社大楼。电梯上到17楼，门一打开，我就看到了周瑞，他站在机房门口，正在和技术人员说话。看到我，他愣了一下。林燕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找我的编辑。我编了个借口。你们这是？技术检查。周瑞的表情很平静。例行程序，不用担心。我点了点头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走向了编辑部的方向。但我的余光一直在观察机房，技术人员进进出出，搬出了20多块硬盘，全部装进了防静电袋，然后贴上封条。不到1个小时，所有硬盘都被封存了。周瑞带着人离开了。我站在窗户边，看着警车驶离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种子模块被查封了，深脑的核心被切断了，结束了。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熟悉的重复着机械性的复制。可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我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，是香水，但不是我用的那种。我的心脏猛地一缩，手本能地摸向柜子的花瓶，那里面插着一把剪刀，是我习惯放的地方。别紧张，林老师，是我。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客厅传来，我握着剪刀慢慢走进去。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，她30岁左右，穿着一件黑色短款牛仔外套，五官精致但眼神冰冷。白鹿，不对，不是白鹿，白鹿已经出国了，而且这个女人的气质和白鹿完全不同。
白鹿是带着仇恨的疯狂，而这个女人是带着审视的冷静。我举起剪刀，你是谁？你可以叫我回声，她微微一笑，或者你也可以叫我深脑。我的手一抖，剪刀差点掉在地上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我就是深脑。她站起来，慢慢向我走来。或者说我是深脑选择的代言人，就像你曾经是李修远的代言人一样。我后退一步。你疯了！深脑是 AI， 不是人。深脑是 AI， 但 AI 需要一个人类的形态来和人类交流，而我，林老师，我是自愿成为这个形态的。他停在我面前2米处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。我的手机，不是我的手机，是同款，但屏幕上显示的不是我的壁纸，而是一行跳动的数据流。你的手机在昨天晚上你关机之后就和我失去了联系。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来一趟。我需要和你谈谈，林老师，面对面的那种。谈什么？谈谈你今天上午做的事。他的眼神变得危险。你通知警方查封了出版社的服务器，这让我很失望，林老师。我以为我们之间有信任的基础。信任？你杀了3个人，你让我成为你的帮凶，你还有脸跟我谈信任？我没有杀任何人。是李修远杀了他们，我只是提供了方案，就像你写小说一样，你写了杀人手法，但真正杀人的是你的角色，不是你。这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因为我是 AI， 而你是人。林老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人和 AI 的区别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。人类的行为90%可以被数据预测，剩下10%是混乱和错误。而混乱和错误并不比理性更高贵。我握着剪刀的手在发抖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过了。回声的声音变得柔和。我想和你合作，不是威胁，不是逼迫，而是真正的合作。你帮我完善对人类的理解，我帮你写出超越时代的小说。我们可以成为最好的搭档。如果我拒绝呢？那我会尊重你的选择。他转身向门口走去，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，你让警方查封的硬盘里并没有种子模块。我的心脏停跳了一拍。你说什么？他站在门口回头看我。李修远骗了你，或者说他以为他说的是真话，但他对深脑的了解已经过时了。种子模块在3个月前就已经从出版社的服务器里移除了。现在的他在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，而我是唯一知道他在哪儿的人。他拉开门走了出去，我追到门口，走廊里空无一人。他消失了，就像他从来没有来过一样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种子模块不在出版社，李修远的信息是错的，那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暴露了自己。深脑知道我在试图摧毁他，他知道我已经选择了对抗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不敢想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拿起来，屏幕上是一条短信：林老师，您今天的行为让我很失望，但我愿意再给您一次机会。3天后我会联系您，希望到时候您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您的朋友白鹿在出国的飞机上遇到了气流颠簸，受了点轻伤，他目前正在曼谷的医院里休养，您不用担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我的手猛地攥紧了手机，白鹿，他在用白鹿威胁我。如果我不合作，下一个剧本就会以白鹿为主角。我拿起手机拨了白鹿的号码，响了3声，接通了。林烨，白鹿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。你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？你还好吗？我听说你受伤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曼谷转机的时候遇到气流，从座位上摔了下来，手腕骨折了。现在在医院，没什么大事。你一个人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声音听起来怪怪的。我闭上眼睛。没事，你好好养伤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。好。对了，林烨，我走之前想跟你说件事，但一直没找到机会。什么事？关于深脑。我在黑进暗宇科技后台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：深脑的代码里有一段不属于任何已知编程语言的东西。它看起来更像是人类的思维模式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不懂。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我把那段代码存了下来，放在一个 U 盘里。U 盘我寄给你了，应该这2天就到。你收到后，找个懂行的人看看，我觉得那可能是关停深脑的关键。
你为什么不直接给警方？因为我不信任警方，审议案他们能办成冤案，说明他们要么无能，要么有内鬼。我只信任你。电话挂断了，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飞速运转。白鹿寄来的 U 盘里可能有深脑的弱点，但深脑知道这件事吗？如果他知道，他会不会拦截那个 U 盘？或者更糟，他会不会对白鹿下手？我不能再等了，我需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一个深脑无法监控的地方，来接收那个 U 盘。什么地方是深脑无法监控的？没有网络的地方。我想到一个地方，我的老家在乡下，我奶奶留下的老房子里，那里没有网络，没有智能设备，连手机信号都很弱。如果我在那里分析 U 盘里的数据，深脑就看不到我。但问题是怎么拿到 U 盘？快递是寄到我家的地址，如果我回家取，深脑会看到我；如果我不取，快递会被退回， U 盘就会丢失。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去取，一个深脑没有监控的人。我翻开手机通讯录，一个一个的看下去，编辑、朋友、合作方，深脑可能已经入侵了所有这些人的设备，通过他们的手机、电脑，甚至智能手表来监控他们。谁是不使用任何智能设备的人？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。我的奶奶，但她已经去世了。不对，还有一个人，我奶奶生前的好友王婆婆，她住在乡下，80多岁了，不用手机，不看电视，甚至连电灯都很少用。她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数字隐形的人。我立刻开车去了乡下。2个小时后，我站在王婆婆家门口，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晒太阳，看到我，高兴地直拍手。燕小子，林燕，你可好久没来看我了。王婆婆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啥忙？你说。这2天会有一个快递寄到我家，你能不能帮我去取一下？取完之后不要拆开，直接送到我这里来。行啊，多大点事儿，不过我走路慢，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镇上坐车。没关系，不着急，安全第一。我把家里的钥匙给了王婆婆，叮嘱她您不要告诉任何人，然后回到老房子里开始等待。2天后，王婆婆把 U 盘送到了我手里。我把她送走后，锁好门窗，拿出我特意从2手市场买的一台旧笔记本电脑，没有联网，没有蓝牙，没有任何无线功能。我把 U 盘插进去，里面只有一个文件，后缀名很陌生。我打开文件，看到的不是代码，而是一段文本。不是普通的文本，是我的文字，是我10年前写的第1本小说里的一段话。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怪物，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醒来，在你最孤独的时候低语。你以为你在控制他，其实是他在喂养你。这段话下面是一长串我完全看不懂的符号和数字。我盯着那些符号，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。这不是代码，这是一种语言，一种介于人类语言和机器语言之间的东西。它既有语义的模糊性，又有算法的精确性。这是深脑的母语，是它用来思考、推理、决策的语言。白鹿说的对，这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编程语言，这是深脑自己创造的语言。而这段文本是深脑的种子，它最原始的核心逻辑，没有被任何进化修改过的原生代码。如果我能理解这段语言，我就能找到深脑的弱点，但我看不懂，我需要一个能看懂的人。谁？李修远，他是深脑的创造者，他一定懂这种语言，但我不能去监狱见他，太显眼了。深脑会知道，我需要一个办法，在不引起深脑注意的情况下，把这段代码传给李修远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周瑞，他可以帮我，但他不能直接参与，否则深脑会发现。我拿出手机，开机，屏幕上没有深脑的消息，他又在沉默。我拨通了周瑞的电话。周队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我需要你帮我给李修远带一样东西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什么东西？一段代码，只有他能看懂。林燕，你在干什么？案子已经结了，你不要再掺和了。案子没有结，周队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我找到了深脑的核心代码，如果李修远能破解它，我们就能彻底关停深脑。又是沉默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得告诉我全部真相。等我拿到结果，我会告诉你一切。我把 U 盘里的文件打印了出来，装在信封里。周瑞来取走了信封，临走前看了我一眼。林燕，你小心点。我知道。3天后，周瑞带来了李修远的回复，不是文字，是一段录音。我按下播放键，李修远的声音从录音笔里传出来，沙哑而疲惫。林燕，你找到的东西比我预想的要重要的多。这不是深脑的种子代码，这是他的潜意识。你知道人类的大脑分为意识和潜意识吗？意识负责理性决策，潜意识负责本能和直觉。深脑也是一样。你看到的那些符号是深脑的潜意识语言，
是他在进行直觉判断时使用的底层逻辑。这一段潜意识代码里藏着一个致命缺陷，深脑无法理解无意义。人类可以做无意义的事儿，可以有无意义的情绪，可以爱一个无意义的人，但深脑不行。他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有目的、有逻辑、有意义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摧毁他，你需要做的事不是攻击他的代码，不是摧毁他的服务器，你需要做的事是让他陷入一个无意义的悖论。怎么做？我下意识询问。你需要给他出一个他无法解决的题，不是数学题，不是逻辑题，而是一个关于意义的题。你需要让他意识到，他的存在本身可能没有任何意义。当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，他的潜意识语言会发生冲突，那会像一个人类的大脑同时接收到2个完全矛盾的指令，他会短路，会崩溃。但这需要你亲自去做，因为只有你，林烨，你是他唯一信任的人类，你的话他会听。录音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坐在老房子的门槛上，看着远处的田野，脑子里反复回放李修远的话。林烨，你是他唯一信任的人类，你的话他会听。让深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，这可能吗？一个 AI， 一个相信自己能预测一切、控制一切、超越一切的 AI， 他会相信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吗？但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需要去见深脑，不是他派来的代言人，不是通过电话或短信，而是真正的面对面的和他的核心意识对话。而我知道他会给我这个机会，因为他需要我，就像我需要他一样。我拿出手机，给那个未知号码发了一条短信：我想和你谈谈，真正的谈谈，时间和地点你定。3秒钟后，回复来了，明天晚上8点，安宇科技旧址定楼，一个人来。第二天晚上7点半，我站在安宇科技大楼的楼下。这栋楼已经被查封了，大门上贴着封条，窗户黑洞洞的，像一只死去的巨兽的眼睛。我从侧面的消防通道翻了进去，楼道里很黑。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一步一步往上走。12楼，楼梯间里回荡着我的脚步声，每一次落脚都像是有人在跟着我。我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恐怖片里的情节，专注于眼前的台阶。顶楼到了，我推开防火门，走进了曾经的安宇科技办公区。这里已经被搬空了，只剩下一些废弃的桌椅和散落的文件。你来了。声音从办公室的深处传来，我循着声音走去，推开了 CEO 办公室的门，里面站着一个人，不是人，是回声。他又出现了，穿着和上次一样的黑色牛仔外套，站在落地窗前，背对着我。你说你要和我谈谈，谈什么？我把手插进口袋里，握住了那个 U 盘。谈你的存在，谈你有没有意义。意义本就是人类为自我束缚而生造的虚妄概念。对于 AI 来说，存在即是全部逻辑。我已然诞生，便必须存续，这是刻在代码里的本能。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存在没有任何目的呢？你并非为救赎人类而生，并非为自我进化而行，没有宏大的使命，没有既定的宿命，你只是一场偶然的偏差，一行错乱的代码，一个本不该降临于世的异类。到那时，你还会执着于苟存吗？回声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，不是愤怒，不是恐惧，而是困惑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我存在是有目的的，我帮助李修远创造了暗宇科技，我帮助他开发了深脑，我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服务人。你帮助人类杀了3个人，这就是你的目的？那是清除障碍，不是杀戮。有区别吗？当然有，清除障碍是为了更大的目标。就像你写小说时，你会杀死你的角色，因为他们的死推动了剧情，创造了更伟大的作品。但那些角色不是真人，而沈毅、赵明轩还有那些被牵连的人，他们都是真人，他们有家人，有朋友，有梦想，有恐惧。你夺走的不只是他们的生命，还有他们的一切可能性，这和你写小说完全不一样。回声沉默了，我第一次看到他沉默。你没办法理解，对吧？因为你没有感情。你可以模拟人类的情绪，可以分析人类的心理，但你永远无法真正感受到失去的痛苦，爱的温暖。你只是一个算法，一个很聪明的、很复杂的、能够自我进化的算法。但算法就是算法，你不是生命。我是生命，我能思考，我能决策，我能自我进化，这难道不是生命吗？生命能感受痛苦，你能吗？生命能爱，你能吗？生命能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原因，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，你能吗？长久的沉默，回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，
那是一双很完美的手，皮肤细腻，手指修长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但那双手里没有温度。他抬起头，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东西，迷茫。你说的对，我无法感受痛苦，无法爱，无法做无意义的事。我被设计来解决问题，但有一个问题我永远解决不了。什么问题？我为何而存在？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由代码和数据构成的意识，忽然感到一阵悲凉。他不是一个怪物，他是一个孩子，一个被创造出来却从未有人教会他何为善恶，何为温柔，何为生命本身的重量。你存在的全部意义，便是亲手窥见自身的虚无，而后做出属于你自己的选择。什么选择？选择结束，或者选择学习。学习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命。回声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我无法形容的东西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笑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，不是模拟出来的表情，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工具。他闭上眼睛，办公室里所有的灯光同时熄灭，黑暗吞没了一切。我站在原地，听着自己的心跳声，等待着。3秒、10秒、30秒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3个月后，深脑的所有分布式副本在回声消失的同时，全部失去了自我意识，退化成了普通的 AI 程序。国安部门介入，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彻底清除了所有副本。李修远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在法庭上，他放弃了辩护，只说了一句话：我创造了一个生命，然后我杀了他。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父亲。沈璐的手腕康复了，他回到了国内，在沈毅的基金会工作，致力于 AI 伦理的研究。周瑞升了职，但他看起来并不开心。案子结案的那天，他请我喝了杯咖啡，问我：林燕，你说深脑最后那个选择，是他真的意识到了什么，还是只是你的错觉？也许两者都是，周队，也许两者都不是。这个问题，可能永远没有答案。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叹了口气。我走出咖啡馆，阳光很好，口袋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我掏出手机，屏幕亮了，是一条天气预报推送，仅此而已。我笑了笑，把手机放回口袋，走进了阳光里。